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气台20年的实况转播。在今天12月14号的晚间7点钟，我们在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体育馆为大家送上第一天赛事的第3场比赛，将是由台北康体要来面对连庄排球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战绩表部分，连庄依旧是领先当中跟屏东台电都是9胜2败，不过积分26分排在第1台电是25分排在第2，而美金龙的部分呢7胜5败排在第3，第4的是他们台产4胜5败，那彰化三大有限3胜10败，而台北康体呢目前是1胜9败。好，接着我们看到得分排行榜的部分温以凯还是拿下了目前的得分王251分，不过恩德已经追上来了249分，而是让排名第3206分。发哥171分排在第4，那待会要登场的李源呢，目前是163分排在第5位。好，那今天这一场的比赛转播呢，将是由我林立静及我身旁的梦话来帮大家服务。梦话连3拉3的，辛苦了今天。林哥好，又是我，大家好，又是梦话，是大家喜欢你的转播所以持续留在我们的主播台上当然对于台北康体来讲他们今年第3次面对连庄，前面2次呢都吞下了败仗，是比较可惜的部分那当然在经过了这个大专杯之后呢，再度来面对连庄梦话怎么看今天台北康体如何来冲击这个连庄排球队？其实几支的大专的队伍其实就大学队的队伍来打企联，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们的团结力都会比其他非大专队的球队来讲会来得比较好。那我也希望他们这几周这一周的大专的比赛的那种团结感觉可以带来企业排球联赛来表现，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整个球队的氛围也会来得比较好是，当然，在2支队伍的部分呢，上一次台北康体呢在11月24号有出赛，当时是3比1击败了美金农。而在连庄排球队的部分呢，现在是处于3连胜的一个小高峰，那看看能不能将这个连胜的气势给维持下去或者是台北康体有机会在今年赛季的第1次能够击败连庄排球队。双方前一次的交手呢是在11月9号当时连庄3比0直接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场比赛呢，台北康体还是由李源拿下15分，全队最高。那当然以连庄来讲狮郎在上个礼拜这个大杀4方在这个单场拿下35分，也创下他的生涯新高。哇，35分很高，真的。好，今天的1裁是张志豪，那2裁是简祥伟，2位裁判。国家 A 级裁判戴永新先生来自台北市。应该是戴永新小姐。那另外一位司线员是于艺璇小姐。审判委员是洪胜郎老师，技术委员是甘光熙老师。刚刚有提到2队今年是第3次的交手，那前一次是0比3台北康体输球，那第1次交手呢是在10月份在10月底当时是大战的5局，那台北康体还是很可惜2比3落败。对，所以就看看今天的康体是不是能够带着一股大专杯的风范来挑战一下连庄15号汪炳轩。
李梦涵小姐，防护员朱正先生，防护员郭千豪先生，体能师林汉斯先生。好，这场台北康体跟连庄排球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展开，这个赛季双方的第3次交手。好，现在看一下台北康体的先发名单，包括了李冠伟今天担任举球。那在其他的先发名单包括了林胜恩、廖鸿生、张博浩、李源、林央成、陈佑成以及洪承佑的2位自由球员。那在连庄部分呢，凯杰是今天的举球员，搭配的是秉勋、施郎、武将耀凯、中轩小高，还有2位自由球员是吕庆宏以及张云亮。双方第一次的碰头呢，当时台北康体的李源呢是拿下全场最高的29分，看看今天能不能再有这样的疯狂的表现。对，李源其实在康体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哇，不过施郎哇，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这个天气冷对他的手感没有影响。对，不过他们应该是热身都有做足啦。对。凯杰发球，好，这次的发球出了界外，台北康体1比1。一样哦，好球快乐先跟哦，赢的好不？申恩，好弹过去，哇，改变了节奏。是阿亮没办法把这一球给救起来。对，不止改变了节奏，也改变了方向。对。哇，这第一时间的判断真的很难呢。A 两边长 ，A 两边长 ，A 两边长。Touch out， 在连庄这边可怕的是，他们如果球接到位哦，是基本上每一个都可以攻击哦，除了自由球员以外。哇，一边有施郎，一边有中轩，还有小高，没错，然甚至后小凯，对，全部人都讲出来了，真的只差自由球员了。哇，这个攻势有够猛烈的，对，也够凶。对，好，来看一下。浩博拿下了这一分了，双方平手2比2，对不起，3比2，康体暂时领先。接发到位，快攻，被拦了回来。哇，台北康体好的防守，4比2，2分领先连庄。杨晨漂亮的拦网成功。小高修正球，哎，他球，他球是。吕江要凯的发球，完全被掌握到了。真的哇，这个快攻啊，被抠死了。对，被前排的中间手秉勋。还是要凯的发球。啊，长了。对，应该是出界了。又遇到双人拦网，对，球有点靠网哦。有。好，施郎垫高。touch out， 是李源去突破了一个拦网 touch 哦。
好，来看一下李元面对三人拦网，对。对，因为李元其实在上周的比赛是休息的，因为其实他有一点伤势在那。今天能够看他出场比赛，代表他的伤势应该是有好转的。哇，马古交给钟轩，是钟轩的招牌，就是打这种平快的八股球哦。哎，这一球是落在了界外，是。好，发球出界，现在形成6比7，台北康体。 对，1分落后。对，如果康体想要再打深一点，就必须要把握对方失误的时候来制造一个连续得分哦。老三 A 场，老二举球前排，接发到位。哇，接发到位，做快攻啊，非常的恰当。哦，还是交给了秉勋。 对，不过还是有点危险哦，因为其实也是有2只拦网跟着哦。那也因为秉勋这边的优势哦，他还是可以在最高点去击球，所以是可以得分的哦。小高的发球，哎，前排的施朗出网。 哇，对，跳太贴网一点，这个手背碰到了网带，防守，拦网，中差的冠伟，前面的，哇，还是交给施朗，刚刚的分数我自己拿回来。是，其实施朗其实他真的有很好的优势，就是他即便是球很快，但是他也 脚步可以赶紧的跟上去，在最高点击球，这是他比较可怕的地方哦。强子波，连庄来看这次，哇，对，跟李江耀凯的搭配，对，哇，我们看一下凯杰，要落地之前呢，还是把球给扣了出去。是。 吊球，守住，反攻。整个连贯性都很好哦，就不会有人落拍的感觉哦。毕竟必须要有的啦。他们每个人的经验都这么好，连庄就是一支准职业的球队，或者说根本就是一支职业的球队啊。对，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本分哦。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局很快的场边喊出了暂停，目前暂时由连庄11比74分领先的台北康体。球接到位，但是第一波没办法去有效的去突破，那你就很难打。哦，通常都是两颗之后才得分，那你就一直在劣势，然后一直也拦不到球，那就只能就是这样子，分数就慢慢被拉开。哦，球有切起来，攻击手要更有企图心，想要去把分数拿下来。好，来加油来！施朗的斜线啊，现在斜线都没有做好。 在整个康体这边确实是比较劣势一点哦，不管是在防守或者是攻击部分哦，确实比较没有连庄这边来的那么连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连庄这边的拦网确实也是他们的强项。那如果要在连庄那边的手上拿下1分哦。 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就必须要打得更有耐心，你必须从很多卡吧，整个来回来去找一个得分的空档哦。你刚刚显现教练也有提醒攻击手哦，要更有企图心。对对。
哇，这个暂停回来造成了连庄的发球失误啊，是教练得分。要条件靠岸跨界，这次给的位置就更好了。是，这个是在最高击球哦。对，修正了前一波快攻啊。后排来一个，哇，防守好球，接起来，有点短喽。中轩还有台北康体，再一次，哇，还是被拦回来。卡巴好球哦，哎，有点可惜哦。好，来看一下圣恩啊，最后这一球是杀在了网带上啊。对，就在其实。或许在卡巴第2集修正的时候，品质可以再好一点。你要制造很好的攻击模式，你才能够有效的得分哦。Chance ball， 连庄的机会，凯杰，拉古，哈哈，再交给钟轩直接压，没有问题。啊，钟轩在今天2号位啊表现得非常的强势。是。好，这时候把冠伟给换下去休息。那换上的是博弈。2位举球员的互换。完全没有点。对，这个接的不理想的情况下，当然啊，在进攻上面就很不顺利啦。对，也单调很多。李江耀凯还是利用他的拦网啊，帮助球队得分。哇，现在已经稍微被连庄给拉开来了。小高守住，还有敢打一个往上球，哇，几波防守都很好哦。后排小高吊球。台北康体的机会，看这个快攻，还有，哇！足球队出现了，钟轩，小心，哇！这球最后没有救回来，足球队出现，这就是在排球场上偶尔可以看到的画面。没错，蜜姐有这样吗？我很像真的没有脚踢过球，真的没有吗？你打这么多场球没有？我就只会打排球而已啊。不是，我是说救球的时候。比较少，通常都是不小心被打到居多。没有配好。对，好，这是台北康体的 chance。哇，长了一点。对，康体这边挑战，应该是触网。对。啊，挑战失败，是没有触网哦。好，现在形成了16比9。发球失误，回到洪生。拦网哦，边的人1对1。钟轩还是厉害，在2号位啊，真的太强势了。哇，
整个身体啊已经拉满弓了。8号施宗玉上。这时候把钟宇给换上来。啊，好球！做一个掩护的搭配。田中队请求替补15号下19号陈冠明上。对，其实在，康体这边呢，虽然大专杯在上周都有这周都有比赛，那其实也要提到，其实他们上周也是有赢美金农这个状况的、哦，对，所以我相信这一连串的比赛以及赢球都可以让他们更有自信哦。对他们当时在11月24号是击败了美金农啊，3比1啊，是在胜场数也开张了。对。轮到中轩的发球，18比11。啊，好球！同样在进攻上面的战术做出了变化。田中队请求替补。我先吸引了对方2支的拦网。对。最后交给李源。田庄把宋博廷给换上去。就 A 场而已啦。李源发球。解放。后排，被抓到了，对，是非常精彩的拦网得分了，台北康体。对，因为其实这一颗球的角度来讲哦，给施朗的球确实比较高一些些哦，那他就比较没有那个冲进去处理这颗球哦，就比较单调，他没有办法先跳起来去选择他打的边哦。OK。杨晨的拦网得分呢，13比18。好赛。发球失误啊，李源。田中队请求替补10号下13号林冠洲上。好，冠洲上来。来看这次的配合，被飞来一个，结果用拨的压了空档，对，有点可惜哦。中间手的冠名如果没有拦网哦，应该是要去做一个补小球的动作哦。康体接起来。哇，3人的拦网，后头防守还可以打吗？又是打在墙上啊，博廷，可惜啊，那刚刚成功拦网的是洪生呢。嘉伟持续来发球。施朗，哇，还有办法吗？没办法了，喷得太远了，可怕怕。轮到冠名的发球，20比15。还有吗？小心小心！哇哇，危险！哇，都3位选手啊跑向了记录台啊。是。要有耐心哦，机会来了自己把握。哎，有。在主审这边是判了硬赛哦。
守住了第一波。来看连庄，打八股，后排，哇！面对3人拦网，还是打了 touch out。 圣恩近3场的比赛得分都非常的稳定，至少都有13分。是。哇，可惜这个发球失误。连庄队请求替补9号下18号王坚训上。好，这时候施朗下来休息，把谦逊给换上去。 喂，这球躲掉是落在了界外。23比17。哇，这其实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李源这个进攻哦，因为其实在这一场他已经打了蛮多这样的进攻哦。 台北康体队请求替补15号下20号林阳成上。洪生的发球5分差，哎，发球直接得分。找向的是谦逊。 波汀的进攻被守住，3人拦网，铜墙铁壁。是。终于拦下了这一分，那现在形成了24比19，在第一局连庄来到了5个局点。 整个在最后一步的爆发是相当有冲劲的哦。浩博的发球，好，没接好霸包，直接锤下去，拿下了分数，21比24。 结果蛮有 touch 是落在了界外，哇！冠州这一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台北康帝将分数慢慢的追上来了。现在剩下2分差，场边喊出暂停。无，你是咧拍啥小？我连招水的，花招。 我都不讲，一条水闻到笑，都不讲。没事啊，哎，来加油，哎 ，OK， 哎，准备一下，过来 ，OK， 哎，加油！台北康帝打出了一波3比0。 不过连庄呢还有2个局点，偶尔听到他们私底下的对话，其实蛮可爱的。不过我觉得球员跟球员之间本来就要有这种的交集跟互动啊，对，稍微可以在比赛当中稍微不会那么紧张。是，对。哇，
又是篮网，这一道剩下1分差了。是连拿4分的是台北康体。连庄这边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所以这边再次的叫出了暂停。对，第2次的暂停呢，很快的用掉，连续2分都喊暂停，连庄。OK。加油，文正，来，文正，先接啊。暂停结束。1分差的比赛暂停回来，浩博发球稳住。贴发好球。哎呦，有没有 touch？ 有没有 touch？ 是不是要提出挑战？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双方在第1局会杀进到deuce。哇，在24比19的领先过程当中，台北的 County 啊，连追带赶，有机会追平，就看看这一次的挑战连庄能不能成功。是，其实因为在搭配上，其实确实球也比较低一点点，这比较像是钟轩刚刚要打的球，但是刚刚在巴库是博廷啊，对，对。哎，球员们可以表示一下，台北康体。好，秉勋的球迷，王秉勋加油！还好他没有打什么，这样我自己念出来，我会被人家误会。对，结果是挑战成功，这也成为了第1局的再见挑战。所以最终在第1局的比分是25比23，由连庄拿下来，目前暂时1比0领先了台北康体。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1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1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再回到台北康体跟联庄之战，双方在第一局的数据比较，那我们看到联庄在进攻率部分呢超过50%哦，那当然也利用对方的失误拿下7分啊。当然在台北康体这一边啊，他们的进攻率呢不到40%，比较可惜。不过在最后追分阶段拉出一波小高潮，可惜是功亏一篑啊，还是以2分之差败下阵来。好，在得分的部分，我们看到康体的部分，李源啊个人勇冠3局拿了8分啊，浩博2分啊，洪生1分。那在联庄的部分呢，钟轩4分啊，施郎是拿下3分，高伟成也是拿下3分。对，确实，其实，在联庄哦，他们的属性跟台电会比较像哦，就比较像是一个成熟又稳定的一个球队哦，所以其实这个在后半的部分哦，也把场外的选手换上场哦，那确实在台北康体这边是找了一点空档，多得了几分哦，不然如果像联庄原本的选手像施郎啊，其实要拿下1分真的是很简单的哦，对。哇，才刚讲施郎，来看看这一球，没办法了。哇，施郎马上就展现他的这个得分的爆发力哦，再看一次。哦，凯杰的发球破坏。这一次切入之后的进攻。对，整个在跑位上哦，确实康体要多做一点这样子的跑位个人移位的一些进攻哦，他们才能够比较有机会得分哦。盛恩今天拿了2分啊，上一次面对到联庄呢，他个人是拿7分。哎，罚球失误。施郎的发球，接发到位，快攻被守住，再一次，还有，轮到联庄，哎，被挡回来哦。钟轩刚刚想要拨一个
对，因为其实这颗球的凯杰可能没有配合得很好哦，所以钟轩也只能以处理球的方式，让他自己举出去也没有卡吧。对。好，被李元给挡了回来，双方2比2，陈恩的发球。哦，这是扎扎实实的拦网 ，Monster Block， 让台北康帝现在取得领先了。来看一下李元面对钟轩，哇！好，没接好，那是台北康帝的机会。快攻！哦，手起刀落，4比2。哇，台北康帝在这2波呢有攻有守哦。就回来直接把，还有吗？还有没有机会上观众席了？钟轩，吕江耀凯的发球，快攻没问题。哇，其实很明显看到康帝这几波、哦、在在攻击方面哦，是非常的有破坏性哦。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一直很想要去挑战连庄前排的一些拦网啊。那我希望他们的这样子的心态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哦。浩博的发球，啊，可惜这球没有接起来，施浪拿下了分数。好，这是康帝的chance ball，是李元长线的一个 touch， 对，哇，李元，但目前得分呢已经是突破双位数了，现在是全场最高的得分，是。哦，拦住了施浪的进攻，是，哇，哦，直接打包有越王，对，应该是没有，没有，对。没有问题，拿下了分数7比4，台北康体领先了连庄。李元的发球，康体的呛死，快攻来一颗，还有连庄只能救回来。康体再一波的呛死，直接突破，哇！但是这一球怎么会打成这样？是。哇，太想得分了！对，博弈，自己都发现出大事，出事阿贝，对，出事了阿贝，对。好，小高的发球，啊，小高发球挂网。杨晨发球，施浪，还有重新组织，哎，直接掉凯杰，对，反倒是轻轻的这样一波。
秉勋发球，修正球。这一球是落在了界外，哎，要不要挑战？对，因为是让马上反映给教练哦。是，啊，想要挑战是拦网触球哦。拦网触球。钟轩还记得去年控霸崩后甲不？这一定是去年可能有买空霸崩给钟轩吃。哎，好像小拇对，指好像有哦，对，挑战成功哇！施朗，对，火眼金睛啊！没错，毕竟施朗可以跳起来看他手吧，对不对？他最近，而且还看蛮久的。对他最近的，对不对？秉勋发球，哇，后排，哇！博弈，修正，哎。小高突破了对方的3人拦网，是。小凯，快攻看一下。啊，凯杰这球可惜。对，康体必须还是要在这种球可能比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去多做一点改变哦，不能因为球可能有一点没到位就只有举两边长哦，反倒是这样子举个中间手让中间手去处理，稍微改变一下节奏，都可以有效的破坏连庄的防守。沈恩，哇，是吧？还是可怕。是。施朗的发球，目前拿下了6分，那连庄是1分落后。打了他只要好球。来看一下浩博的这一波进攻。陈发球，哎，可惜，这一脚没有踢起来。对，在康体这边的拦网也稍微有点早跳，跟着小高一起跳哦。好球，好球！这个切动。真的在李元在打切动的整个不管是在移位或者是攻击脚步哦，整个都是做得很流畅哦。毕竟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说，如果自己只有很单纯的只有打两边场，其实他如果要得分的机会就比较少。那如果他自己有这个意识存在，他去打切动，就变是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更有意识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得分率才会再提升一点。好，来看小高的这一波，哇，好高，真的，小高好高，但是本人身高没有很高哦，完全靠他的弹跳力。对对。钟轩这个发球有破坏到，来看进攻，哦，还是由台北康体拿下分数了。对，李元在整个在打这个修正球也是掌握度很好哦。李元目前已经拿下了14分了。
接发到位给快攻的秉勋。哎，小花今天的发球状况比较起伏，那现在形成了14比12。整体感觉在给快攻球，其实刚刚在给秉炫球，我觉得也偏低了一点呐、他就没有办法更有空间的跟更有方向去打他想要的点，因为他球低了，他也只能被迫的赶快出手掉哦。所以我在建议他们在中间手给的球的高度可以再高一点。这一球完全被拦死啊！吕山耀凯。康体这边叫出了暂停。对，因为现在分数被连庄给追上来了，双方14比14。是。时间不对，那时候讲过了，那一看时间不对，打平了出去让他弹回来。那你都已经垫了一下，然后你又再打一下来，那不就直接弄到1分吗？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他打哪里，你起来你就手张开，可不可以？你卡边啊，他打 V， 你要稍微帮忙斜拦一下，不是只有站在那边的。受中。对啊，尤其你看球已经塞，刚刚前面有一颗塞到4号位了，打那一颗有没有？你已经站在那里啊，手就有了。这样，一有收队。其实通常在排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如果拦网都会造成no call 的情况下，代表是你对对方的攻击的战略是不够熟悉的哦。那我相信，其实气排大家彼此打了那么多场，对战了那么多次，应该对于对方的一些战术都多少都还有点印象跟了解。那我觉得这部分是每一个球队都可以去做一些研读，可以对每个球队的打的习性啊，甚至是可能发球的弱点在哪里，可以多做一点研究啦。就是在打球起来才会比较有点像那种知己知彼，开图在打。没错没错，你会更了解他，你才能够对他做出更好的应对啊。对。喂，是了，这一球没有踢起来，15平。所以其实说到战术这个部分哦，其实国外很常见，就是有引进一些像情搜系统哦。那其实国内我们其实有几支球队也是有情搜系统的哦，对，只是在台湾来讲也比较没有那么普遍呐。不过在国外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啊，对，因为就像我说，你要真的了解到每一个球队的打法，你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应对每一场比赛。确实啊，这个情搜，我想如果要进入到更高阶层的这个。未来如果有机会变职业的话，也许这个情搜是各队都必须要有。是啊，是。好，来看一下台北康体这边，你看我，我看你啊，最后哇没有去接。真的，从我第一场讲到现在，不要再你看我，我看你了，先出生的人先做事哦。有，现在这中间有去掌握到。对，这几波的康体都打得非常的是有破坏性的哦。哦，找到了中洞。对。盛恩。哎，在界内没有问题，还是交给施朗。
社朗在上礼拜面对到三大有线是单场拿下35分啊。打了 touch out， 是突破了3支拦网哦，确实在连庄这边拦网哦是比较没有密合的哦。17比18，康帝把分数咬住。接发球的一个失误哦。发球再拿下分数，双方18比18了。连庄队请求暂停。看他妈是没打。对对。来，1分，1 pass，OK。我们看到台北康帝啊，目前李元拿下16分，全场最高。而在联中部分的施朗的8分，小高6分，中勋也是6分。在这3位就是联庄的得分铁三角啊。洪生的发球暂停回来，哇，很快，对，这就真是宗轩的招牌打法哦。那其实像对于宗轩这个八股哦，他有这样子的攻势，那我建议其实在他面前要拦他的人哦，或许定位可以再靠近安德拉一点对 ，OK， 不要再从内往外了。那因为宗轩都一直打这种平快球，八股平快球，那你的定位稍微可以再往安德拉这边靠近一点，等于说你一步就可以上去，至少先把宗轩这个直线最近的、最强劲的这个点先挡，对，先挡住。因为毕竟宗轩如果要打这种平快球，他必须，他就等于说他没有角度去选择他要打的点，对，所以我觉得在拦网这部分是可以做这样的调整哦。来看一下台阶交给冠州。那冠州在上个礼拜小高突然有一场比赛状况比较不好啊，他有跳出来。是。中轩发球，哇，后头阿亮想要再救啊，还是差了半步。李元的发球20平，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台北康帝又要回领先，21比20。李元持续给压力。对，这个球感觉是抛了有点太前面了一些哦，所以就比较不好掌握。21比21，林冠洲。在接发球。对，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直接被施朗给压了回来。台北康帝这是叫出了暂停。原本在21比20领先的情况之下呢，被连庄连续拿了2分。去看啊，这样这种靠网球，他也可能越网击球啊，你都不举就要去压，压又那么美丽，
哦，接发球，他往上球能力不是很好，所以不要接那么靠网。这个就刀而已啦。好，来接发球来。刀。教练是蛮可爱的，往上球能力没有那么好。不会啊，我相信其实有些东西是缺少训练的，说不定多接几颗，他多跳几次，他就知道怎么举了，对不对？不过也可能碍于身高啦，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尝试，比较不熟悉的技术啦。是。传球。哦，还是有发球上的破坏，还有后头的看法有。看这波的修正进攻，给施郎弹回来，在鱼要救球。一波的施郎，哇，很聪明哎，对，虽然他的打点确实很高，但是他也不会就一昧的都只有打同一个路线哦，对。台北康体队请求替补3号下1号李冠伟上。哦，这时候再把冠伟给换上来举球。对，换一下举球，看整个节奏可不可以扰乱一下连庄。看这一波后排，掉一颗，在旁边，刚好有人在那边接得非常的顺手了。一样在后排，李源来一颗，但是打太长了。是，而台北康体这边提出了拦网触球的挑战。台北康体队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好，应该很明显是没有哦。没错。台北康体队挑战失败。那现在连庄来到了局点24-21。哦，在第一局曾经在24-19的时候连续掉分。来看他台北康体这一波有。还是这一次交给申恩杀进来。台北康体队请求替补20号下15号张家伟上。好，现在由嘉伟的发球22-24。哇，一直要拦施郎真的太难了，没有办法，对。所以在第二局啊，持续由台北康这个连庄以25-22拿下，目前是2-0领先了台北康体。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一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欢迎回来，连续2局对台北康帝来讲都蛮可惜啊，在第2局是22比25啊，再度败下阵来。那我们看到在连庄第2局的进攻率啊高达68%，表现非常的出色，而且利用对方的失误是拿下了5分。那台北康帝比较可惜的是啊，在发球上面呢还是出现2次的失误，但连庄还是表现非常成熟的稳定度。在整体的得分部分呢，我们看到李元是拿6分，盛恩是3分，浩博士拿下3分，而在连庄部分的施朗一枝独秀拿了7分，小高拿下3分，而钟轩也获得了3分。对，其实在从这个攻击得分的路线图来看，其实康帝一直很想要从很多方的角度去突破一下连庄的拦网，但确实连庄的拦网也很高，经验也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连庄在康帝这边还是要不放弃的，继续去尝试各种角度去突破连庄的拦网。是哇，不过我们看到施朗啊，在刚刚第2局的后半段啊，包括第3局的一开始啊，还是维持了非常好的进攻率哦。对，其实他的球就即便你已经站到位等他了，还是很有可能会直接喷走哦。修正球，对，小高救起来之后，来看一下施朗的修正。好，一样是康帝的修正后排。对，钟轩在
2号基本上是无敌的位置啊。是，尤其像这种的修正球也是平球的状况下，让宗轩的得分率又能够再提升一些哦。康体的机会啊，没有配好。哎，想要直接掉，宗轩忙中出错，风庆教练也笑了。对，大家其实动作蛮一致，在现场看蛮有趣的，大家就转头。啊，包括在板凳席所有球员都扼腕了。好，申恩发球，申恩今天拿了4分。接发到位，哇！只能就是用赞叹再赞叹，对不对？就是直接定板。不过其实还是要讲一下，其实，在康体这边拦网啊，他其实就是 one by one 看着宗轩的，那宗轩的助跑已经有改变了，他应该就要马上去喊出，可能说切，让每个人队友都要知道他有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自己也后知后觉这样子，对。目前2比3。哇，发球失误，杨申。耀凯的发球，耀凯今天利用拦网拿了2分。快攻拦回来，吊球，哇！是整个在吊球以及强攻的转换哦。好，我们来看这一球啊，哇，虽然第一波被拦住啊，不过第2波啊，马上改变了打法，利用吊球拿下了分数，目前3比4。好，博发过来，瓦巴固，哇，这一球这种平快的球啊，当然是凯杰跟宗轩啊之间的搭配啊。宗轩发球，大包给小高，哇哦！宗轩跟小高接连的跳出来，让连庄现在6比3取得领先。是。施浪揪起。哇！大修正，还有抢走，再一个修正球，用吊的，哇！小高这2颗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刚刚几乎是不可能要发生失误的情况之下呢，先打这个大角度，对，接着再利用吊球拿下分数，所以逼得场边喊出了暂停。小高个人秀啊，是，就尤其像这种处理球，知道不能得分，那你要想着怎么去扰乱对方的防守，这就是聪明的球员。对他成功了，是。然后在那个像刚刚那个小高打8包有没有啊？看起来都已经是8包球，结果前排拦网，那球那么高啊，结果前排杨晨也来不及，那旁边也没有帮忙来拦网，哎呀，所以反应快一点啊，再专注一点。那个那么流的，就只有斜线，那拦网不要拦了，不然碰到自己。在。确实哦，在申润教练这边有提到哦，其实都已经知道都已经知道小高打8包，那怎么在前排的人站着看，怎么没有人跳起来拦网？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你在比赛在练习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养成做这件事情？对，如果你练习本来就习惯成自然，对你练习的时候，你可能就这样看着球，你当然在比赛当中不可能会做到这件事嘛。对，哇！宗轩在发球上面做出了变化，这球够炫，而且过往极坠。我们再看一下宗轩在手法上，很好，对，这个发球的落点一定也是经过思考的，对。因为前面用强攻的，那我这时候再改变一下节奏跟球速，这种速差让对方在接发球这边产生失误。这时候把盛瑞给换上来，浩博下去休息。
哇，这种快慢之间的差距了。吊球，还有压线，对对对，线，压线，是。师长也是蛮帅气的，看他脸，我就觉得他刚刚就想说，死定我打一个回来，对对，那种感觉。好，你打外给。对对对。完，这次放掉了，是让没问题，判断正确，目前9比4。不过师长是蛮可爱的，就这样酷酷的，很少会看他会笑。35分都没有笑了。对，等一下可能那个丙金跟论，你要请他访问的话，你可以叫他笑一下。哇，这发球很强劲哦。3人拦网，这球带起来，小心，危险，危险，真的，对。因为在后排防守的小高哦，感觉是前排有 touch 到哦，对，所以他也不敢放。往上球，想要直接掉一颗。目前形成6比9，杨晨的发球。这一场老3、老2挑第2次，举球前排，郑胜瑞先手。快攻啊！整个举出来的球速有哦，在拦网上确实就比较不好抓哦。是啊，来到了前排啊。对，感觉应该是施让以及小凯这边的拦网有空隙哦。好，这次的快攻搭配交给了廖凯。连庄守住，施让弹回来，哇，落在界内，好球！这是康蒂精彩的防守。这一波能够守住施让啊，是不是能够带给康蒂啊多一点的士气？目前8比11。发球长了，是。跳发，哎，挡下，这样的发球，这发到位，有了，做时间差的掩护，对。后面是郑胜瑞跳出来。对，其实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最好也是联欢这边的大炮啊，像刚刚小高可能或许可以顾快攻，让中间手去顾这个切动的人哦，赶快做一个拦网的交替哦。哎，落在了界外。哇，小高笑得很开心啊。廖凯的发球，哦，好球！我们看到连续2波的进攻啊，康体都是利用这样的战术。对。申瑞
这一次是做给了冰箱。冰箱对。对。今天怎么没有汪冰箱的看板出现？大家蛮期待的。对。哇，对。宗轩今天的发球真的没话说，是不管是长短快慢哦，对，然后以及其实他刚前几颗都是发斜线，所以我相信在接发球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斜线的发球，结果他反倒现在发了一个直线哦，真的很头痛哎，这个你看，哇，真的很头痛，真的很头痛。哇，今天宗轩的发球太诡谲多变啊！对，感觉在整个想发哪里我就发哪里的感觉。台北康体队请求暂停。哇，那稍微被拉开比分情况之下，台北康体啊，喊出暂停。第一颗球被 S 这个胜瑞一开始就站出位置给人家看，那他当然就好了。第二颗球是站回来原来的位置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怎么跑。啊，你们为什么不换个方向想？就是说我先把位置站给你看。然后我来守我的空位，啊，打球要动脑筋的、啊，不是就是一直在那边，你也要去干扰对方啊，不是让他顺的一直在发。来，加油加油加油！1有3。对，确实显成教练这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因为不好意思，我接发球这也是我的强项，对，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你的站位会取决于对方想要发球的落点哦。看起来是被动，其实可以主动。没错，而且其实你的站位真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点，对你不能让对方觉得哪里都是洞可以发。对，尤其像已经打气点，大家在发球的准确度，想要发你的左边也可以，发你的右边也都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接发球的站位就非常重要哦。哦，小高航空再度起航。是。哇，这个弹跳力太惊人。是也很可爱。我们眼前的连庄的候补的选手，大概就知道这个时候，差不多要下去了，可能有机会了。对，开始很积极的在热身。哇，你看这个发球的变化，转身啊！对，转身其实他就会可以卡哇得了了。哇，转身的退比你正面往后退绝对快。没错没错，他其实只要一个退一步转身，但就讲，但真的你没有去练过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做到的。瞬间反应。对。好，这时候把博廷给换上来了。也是稍微有点低哦。哦，拦网喷掉。对。李源。好，接到位之后的快攻没有问题。那秉勋拿下了这一分。那我们看到在连庄有比较多的调度空间啊，所以我们包括在举球啊，包括在博廷这时候也都上来了。对。啊，包括冠州现在也上来接替。对。小高啊。等于有点6上6下。对。把球过去了，还是拦回来。台北康帝再一波，哇，没机会。那现在变成看一下，球也没有接。哇，这样啊，教练做了大幅度的调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一颗球的 chance ball 应该是要接到位的哦。对。所以李彦庄在做了人员调整之后呢，有一点点小状况哦。来看台北康体能不能把握住。回红的发球，
博婷打了 touch 是。 15号下19号陈冠明上。冠名。这一球修正做回来之后呢，还是打了touch out，圣恩拿下的分数目前14比19。对，确实圣恩在这边的攻击是做了非常大的幅度的移位攻击，所以在连庄这边拦网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圣恩的攻击。这就是博婷啊！如果他真的能够展现出这样的霸气气势啊，我想对于连庄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替补的攻击手。是。哇，接喷了！对，博婷投起来了。对，一定也是上一颗的攻击得分带动了他现在的这颗发球得分哦。哇哦！但在今天一开始上来有一点点感觉没有热开来，但是现在进入状况。对，他刚刚在那边做俯卧挺身有效。是，真的真的。哇，是。哇，真的现在连庄在攻守两端呢都已经完全打开来了，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施朗，哇，这一球可惜稍微跳太高了，对他跳太高了，让这个有点空间被突破。对。接起来，还有往上球，哇，这是谦逊上来之后呢，马上就有贡献。对，举球的是小凯了。短。连庄队请求替补6号下8号施宗玉上。好，宗玉上来，那这个小凯下来休息。是在前排的康体这边有拦网的犯规。哇，那现在来到23比16了。宗玉的发球，剩下最后2分。好球！康体还是要维持住他们的气势啊。对，毕竟刚刚康体面对的前排拦网都是原先的连庄一军的选手哦，那现在换上后排的候补的选手上去，还是可以继续用这一招。射瑞的发球，打了touch out，冠州没问题。那现在形成了24比17，出现了赛末点。连庄的替补阵容呢要来关门了。好，康体还是把握住机会，交给李源。李源今天拿了24分啊，但是独木难撑大局啊。现在球队还是处于2局的落后，而且是面临的赛末点。
好，最终是打出了骄傲，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1分，有要挑战吗？有要挑战，要挑战触网。台北康体队提出挑战项目为触网。好，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能不能延续康比留在场上的机会。是。哦，好像有，对，有触网。康体队挑战成功。好，所以比赛继续。啊，冠名在落地之后呢，去触网了。是。19比24。没有问题呀，还是由博廷呢拿下了这一份。我们看到博廷呢在最后换上来之后呢，在进攻上面做出了贡献，在第3局连庄25比19收下，最终3比0再度击败了台北康体，也恭喜他们获得了这个赛季的4连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到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在场边为大家访问到的是教练跟2名球员。首先来请教一下教练啊，那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前2局到后半段都有一点点小乱流，不过还是稳住啊，最终是以3-0再度击败了康体。那目前连庄是取得4连胜，感觉球队好像已经来到一个蛮平稳的状态。你怎么评价今天球员们的表现呢？今天其实就是攻守都有嘛，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的发球，其实是有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威胁。确实。那在做拦防的系统，其实都有设定的，就是都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赢下这场比赛这样。哦，当然，我想在连庄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也是大家瞩目的比赛，就是要跟台电。那2支球队当然是现在这个联盟的第1跟第2名的球队，都只有吞下2败。那怎么样去做好明天面对台电的准备？其实还是回归到因为台电的发球还不错嘛，那其实我们还是要从接发球开始。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接发球状况也越来越好，那越来越有自信心。那其实基本上接起来，让我们多点开花的情况下，基本上我觉得再加上我们的拦网，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蛮有自信的。是的。那当然，因为今天在最后派上了第2阵容上来，其实还是打得非常的平顺，也顺利的拿下了比赛。所以明天这场台电，我想这些替补球员是不是在球队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大胆的去启用？基本上有机会就一定会让他们下去嘛。那主要今天也是有，就是分数拉开，那也是希望说后面的可以帮先发调整一下体力，那让明天就是可以做更充足的准备，这样是好，恭喜。那我们来问一下钟轩啊，钟轩其实今天让大家印象深刻，但除了你本来就非常好的拿手的一个攻击之外，今天的发球其实会让台北康体是吃足了苦头。今天谈一谈发球策略啊，因为从转播过程当中，梦话也提到你的发球有长的有短的，快的慢的，甚至在这个线路上那边的变化。当然前面一样就是以强击球为主嘛，那也在比赛中发现今天发球状况还不错，然后他们的就是会变得说比较对我的接发会比较退防一点，那这时候再运用一些小球，就可以针对他们的阵型接发阵型破坏，然后造成我们拦防的防守比较好上手，所以就是可以连续得分了。对。那你有没有在发球之前会先看对方的站位？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显成教练喊了暂停，那他有提醒说，你的发球会针对他们的站位怎么发？你自己是不是也会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接球？对啊，当然，因为我看到他们就是越退越深，所以
就是适时的运用小球，是破坏节奏这样。OK，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明天其实重要的是对台电。那今天整个攻击的状况应该是不错吧？是不是可以延续这样的手感，在明天帮球队取得连胜？一样就是一颗一颗慢慢走嘛，一样从接发球做起。我们就是球队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第一波的进攻嘛， 第一波有可以比较有比较高的效率的话，明天就有赢球机会。对，好，那最后来跟这个博婷聊一下。博婷其实今天一开始上来好像没有热开来，不过到第3局后半段，梦话也有观察到你这边旁边压了几个伏地击，就热开来了。上去之后其实打得非常好。那怎么样调整？在一开始比较不平顺，到最后打出士气来，几乎看起来你打得很嗨啊。我觉得这第一局的话其实是跟举球员没有沟通好，在配球上是到后面我们在局前在下面的时候，其实有去沟通说球该怎么就是送到什么样的位置？对，其实后面其实就是沟通了。我本身就是那种气氛组，就喜欢打嗨，对我喜欢打嗨球，就是不喜欢安安静静的。是，所以我就是本人就是这样，喜欢带球队一起，想要带动这个气氛。对。OK， 所以只要明天面对台电有机会，也要把这个气势给带起来，然后帮球队拿下5连胜。OK， 没问题的。所以今天最后的这种感觉应该不错吧？谈一谈最后不管是发球或进攻上面，其实都很有自信。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球队要这样子才会打得比较顺一点，我觉得对。因为连庄有时候让人感觉稍微保守一点点，希望你这样的带动，在明天面对台电，可以打出一场精彩的好球。好，我们拭目以待。那也恭喜连庄是目前获得了4连胜。那我们现在再把主播台交给梦话。好，非常恭喜今天连庄是拿下了胜利哦。那其实连庄今天的表现其实也是跟台电的感觉是有点像的是比较沉稳的，然后也是比较不会有自己个人失误的一支球队，所以他们今天才可以顺利的拿下比赛。那其实，在康体呢，其实我认真的也觉得说，其实台北康体今天其实也没有打得不好，但是整体来讲，不论是拦网的高度，甚至是拦网的攻击的强度，确实是在连庄这边会比较占有优势。那我觉得台北康体今天，我觉得很好的是他们有去做一些攻击上的移位啊，去破坏到连庄的拦网。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打完大专杯，整个的团结的感觉其实还是有的，是比较不会像在打个人赛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台北康体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还尚可哦。那在连庄这边，你们也都知道，这个在不管是在拦网的进攻啊，是拦网的防守啊，对，或者是进攻的把握度啊，甚至刚刚钟轩所提到的这个发球，包括教练也提到，今天针对对方的站位，在发球上给予很大的压力。对，还有很重要的，甚至是二军上去的运用，对他们今天的二军确实有蛮不错的表现啊。那也提到说，其实明天对到台电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球队。那他们要怎么去发挥、去运用候补的人员，那也就要看两队的临场表现。对，当然因为目前连庄是取得4连胜，那明天面对台电，如果真的能够取胜的话，我想战绩上面会再度超越了对手。那现在其实连庄跟台电也仅仅半场的差距，但是两队都只吞下2败，所以到底谁会吞下第3败，明天就会见分晓。当然对于连庄，刚刚梦话提到，不管是一军的阵容或者是第2阵容，其实上来都表现得非常够水准，包括教练也提到，今天的替补球员呢，给了一军做出了很好的调节，那他们也是兵强马壮的，要来面对明天跟台电，想必是一场恶斗啊。没错。当然对于台北康体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他们也经历大专杯，那梦话刚刚也特别赞扬康体啊，在本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士气是没有掉下来，包括在第1局的后半段原本已经要被这个连庄很轻易的收下第1局，在19比24落后情况之下，追到23比24啊，当时的气势其实打得非常不错。不过跟连庄相比呢，康体还是比较嫩啊，毕竟是学生球员，那整个经验上面还是欠缺了一点点火候啊。是，所以在对于明天对上台电的比赛，大家都拭目以待哦。对，明天呢，我们同样会为大家送上3场精彩比赛。第1场比赛呢，新北中信要再面对毅力营造，看看中仙学姐明天能不能从学妹的手上把胜利给要回来啊！紧接着在下午的部分呢，彰化沙袋有线在主场面对康体，看看能不能在主场拿下胜利。那压轴的部分呢，连庄面对台电，这场压轴好戏，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敏静，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梦话，祝你顺心。我们明天气牌再会了，拜拜，晚安，拜拜。